最近几年全能本的热度越来越高，甚至有种和游戏本分庭抗礼的趋势啊。一方面，游戏本为了卷散热，重量和噪音都逐渐增加，不像全能本那样能满足更多人的需求了。另一方面，处理器和显卡的能耗比提升，也让全能本和游戏本的性能差距没那么大了。而今天我拿到的是一台联想的旗舰大屏全能本 Yoga Pro 16S AI 元起。看这名字就知道啊，这台电脑不仅身份高端，还加入了包括联想小天在内的一系列 AI 功能。那它的表现究竟如何呢？今天我们就来测一下吧。首先来看一下详细配置，处理器采用的是 Intel Core Ultra 9 185H， 拥有6个 P 核加8个 E 核以及2个 LP-E 核。独立显卡为最高100瓦功耗的 RTX 4060，内存是板载的 32GB LPDDR5X 7467兆赫兹。测试机的硬盘是 1TB 的海力士 PC801。屏幕为16英寸32×2000分辨率100% P3 色域的165赫兹 IPS 屏，规格看上去和 Y9000X 很像啊，不过 Yoga 的屏幕支持触控。这台电脑的参考售价是13999元，因为本身的定位就是旗舰级全能本嘛，所以说价格会偏高一些。既然是定位高端的机器，那 Yoga Pro 16S 在外观做工上当然是很讲究的了。机身采用的是全金属加上表面细喷砂的材质，四周有圆润的倒角。A 面是 Lenovo 的名牌和 Yoga 的刻字，上方还有一个镜面的额头，上面印着摄像头和麦克风的规格。C 面采用的是经典的布局，数字小键盘得到了保留，上下方向键则是半高的，键盘打字手感呢还可以。触控板算是这台电脑的一个亮点，足足7英寸的玻璃触控板，滑动和点按手感都不错，而且它还采用了静音设计，不用担心影响到别人。屏幕采用了镜面玻璃覆盖，看上去很通透。边框呢也比较窄，这块屏幕支持10点触控，不过转轴不是特别的稳定，点的时候力度要轻一些。屏幕可以单手开合，最大180度。机身前端厚17.7毫米，后端19.2毫米，在目前全能本普遍20毫米的大环境下，已经可以称之为薄了啊。而机身重量则是2.15千克，密度有点高啊，并不算轻啊。适配器是551克。接口方面，左侧是 HDMI、雷电4和全功能的 Type-C。还有一个3.5毫米的耳麦接口，右侧是2个5G 的 USB-A、SD 读卡器以及摄像头电控开关。相比上一代，它增加了一个 C 口，大部分情况下应该是够用的。看完外观，大家觉得这台电脑的颜值能打几分呢？作为联想高端 Yoga 系列，它的做工比同门的小型 ThinkBook 要高一个档次，实际上手的话感知会更加明显。另外，它的扬声器素质在 Windows 笔记本中也是第一梯队的水平，大家听一下就知道了。首先是屏幕，这块面板隐去了生产商的信息，实测色域容积 98.3% 的 P3， 色域覆盖 95.7% 的 P3。色准方面，它搭载了色域切换功能 ，sRGB 和 Display P3 模式下，平均delta E 都在 0.8 以内，最大delta E 1.5左右，很精准。屏幕最大亮度约420尼特，响应时间良好。总体来看 ，Yoga Pro 16S 的屏幕素质很优秀，无论是办公、内容创作还是兼职玩游戏，它基本都能胜任。接下来是性能实测，处理器它采用的是 Ultra 9 185H， 单核性能上，它的 R13 单线程为1913分，常规水平。多核部分跑一遍 R13 循环，它的最高分出现在了第2轮，19485分，整体分数波动不大，在18900分左右。跑分时，前2轮 CPU 功耗大部分时间能维持在100瓦，从第3轮开始都是先在100瓦以上停留一小会儿，然后回落到80瓦，最高温度则是在100度左右。由于 Ultra 处理器提高了 TJ Max 的值，相当于放宽了温度上限，这个100度其实也并不算特别热。而短时间100瓦、长时间80瓦的性能释放，在我们测过的同类大屏 Ultra 全能本里属于比较高的成绩了。然后再来看显卡，它搭载了最高100瓦功耗的 RTX 4060，在超能模式下，核心超频了150兆赫兹，显存75兆赫兹，超频幅度比以往联想笔记本略大了一些，可能是出于对较低功耗墙的补偿。实测 3D Mark Time Spy 10967分，FSE 13604分，
Superposition 校试6360分。从跑分结果来看，相比最大140瓦功耗的游戏本，并没有明显的差距。那实际应用方面，先来看一下游戏帧数啊。原生的 3.2K 分辨率对于4060来说有些太高了，这里我们采用游戏本上常见的1600分辨率，大家可以暂停查看一下。Adobe 软件方面 ，PS 1181分 ，PR 9043分，得益于 Ultra 9和较高的内存频率，它的成绩呢在大屏全能本里是比较好的，和游戏本相差也不大。对于视频剪辑修图来说，基本是够用了。虽然 Yoga Pro 16S 有大屏全能本的定位在这里面，但是呢，它其实还有一个身份，那就是创意设计笔记本。这类产品面向 Adobe 全家桶等创意设计软件时，体验会相对更好。高性能配置呢，其实只是一个基础啊。保证电脑在运行设计软件时尽量不卡顿。此外，屏幕素质也是至关重要的。平均delta E 小于1，可以更好的辅助创作者完成平面设计、视频剪辑等影音创作内容。此外，我们测试了一下 Yoga Pro 16S 在运行 Adobe 软件时的噪音情况。可以看到，它的风扇声音相较于性能狂躁的游戏本也更冷静一些。对于那些聚精会神的设计师来说，风扇安静是重要的加分项。简单总结一下性能方面的表现 ，Yoga Pro 16S 整体符合我的预期。在这个尺寸厚度下 ，Ultra 9相比于高功耗的 HX 处理器，能更好的兼顾性能和续航。100瓦的 RTX 4060在较大幅度的预超频下，性能相比140瓦的满血版也没有多少损失。这台电脑无论是办公、玩游戏还是做创意设计，都有着不错的可用性，对得起全能本的定位。另外，作为联想今年 AI PC 阵营的一员，这台电脑也搭载了 AI 智能助手联想小天。它与其他厂商的 AI 助手最大的区别在于，小天支持本地和云端2种模式，这就给那些注重数据隐私的工作提供了方便。当我需要从一些内部资料中提取信息的时候，就可以使用本地模型读取，断网也可以使用。而且退出账号之后会清空历史对话，非常安全。那除了基础的文字交流和文档分析之外，小天还可以链接到外部的 AI PPT、AI 画师、AI 识图等应用，相当于帮你给这些常用的软件做了整合。只需要和小天对话就可以完成各种创作了。就比如我想制作一个开会用的 PPT， 可以让小天先帮我写一个大纲，然后用 AI PPT 直接生成幻灯片，节省了很多时间。同时，小天不仅可以用来办公，也一定程度上具备了电脑管家的功能，可以通过对话完成电脑的各项设置。比如我输入切换到超能模式，它就会直接帮我切换，也可以直接生成配置单。对于找不到各种功能入口，好了，测试了这么多项目，相信你对这台电脑的表现也有一定了解了。按照惯例，这里总结了3条缺点，供各位参考。这台电脑测下来，给我的感觉就是那种熟悉的联想味道，它没有那种特别影响使用体验的短板，同时呢，在屏幕、外设、散热、扩展性等各方面都做到了良好乃至优秀的水平。
今年大家都在卷的各种项目，比如 AI、大电池、高频内存，它也都上了。可以说，它就是一台完成度比较高的旗舰大屏全能本。当然，对于全能本这个竞争激烈的品类来说，对消费者影响比较大的还是价格。如果你确实有这个预算，想追求一下做工、屏幕、色彩、外设这些高阶配置，那 Yoga Pro 16S 我是推荐的。它相比那些万元以下的机型，在各方面都有一定的提升。但如果你的预算吃紧的话，那这些带有溢价的要素可能并不是刚需，也许像 ThinkPad 16+那样的机型更适合你。好的，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。喜欢的话，不妨来个长按点赞，一键3连支持一下我们。如果你想每天都和我一起互动，可以关注一下比8评测试的官方微信公众号，教你买本心得，帮助电脑小白。这是比8评测试，我是猪王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。